遮不住的羞耻。玉秀7点多钟便赶到了断桥镇，已经在镇子的菜市场上转了一大圈了。玉秀这一次可不是来串门的，有着十分坚定的主张。他铁下心了，一心来投靠他的大姐。王家庄玉秀是待不下去了，说起来还是因为玉穗。玉穗送给了玉秀2顶帽子、尿壶还有毛缸，都传开来了。玉秀在王家庄一点脸面都没有了。这不是别人说的，可是嫡亲的姊妹当着大伙儿的面亲口说的。怨不得人家，尿壶还有毛缸现在已经成了玉秀的2个绰号了。绰号不是你的名字，但是在很多时候，绰号反而比你的姓名更像你，集中了你最致命的短处、疼处，一出口就能剥你的皮，就算你穿上1万条裤子，也遮不住你的羞。绰号当然是当事人的忌讳，问题是这种忌讳并不是僵死的，它具有深不可测的延伸能力。玉秀最吃不消的正是这个。比方说尿壶，它可以牵扯进瓶、缸、坛、罐、瓢、盆、钵、碗、瓷器、瓦，这些东西本来和玉秀扯不上边，现在不同了，一起带上了十分歹毒的暗示性，无情地揭露出玉秀体内不可告人的可耻隐秘。问题是这些东西遍地都是，这就是说玉秀的羞耻无处不在。倒不是玉秀多心，而是说话的人一旦涉及到这些东西，会突然停下来，迅速瞥一眼玉秀，做出说错了的样子，脸上浮上意味深长的神色。这样的意味深长具有极强的确认能力，把那些扯不上边的东西毫无缘由地捆在了玉秀的身上，静悄悄的，躲都躲不掉。一旦扯上来了，立即就能扒掉你的衣裳，让你光着身子站在众人的面前。你捂得住上身，就捂不住下身；捂得住下身，就捂不住上身。周围的人当然是可怜你的，出于同情，他们一起沉默了，约好了一样，一起做出没有听见的样子。因为护着你，所以没有笑出来，但是他们的目光在笑，目光笑起来是那样的无声无息，而无声无息比大声叫骂更凶险，像随时都可以夹击的牙齿，体现出上颚骨和下颚骨相互联动的爆发力，一口就能将你咬碎，太要命了。玉秀扛不住，就算你有再犟的脑袋，你也得把它低下去。这样的场合是防不胜防的，这样的防不胜防并不局限于外部，有时候它甚至来自于玉秀的自身。比方说毛缸，这同样是玉秀所忌讳的。玉秀现在连解手、大便、小便、倒马桶都一起忌讳了。忌讳越多，容得下你的地方就越少。玉秀怕上毛缸，大便怕，小便也怕，每一次小便都带着自作自荐的哨声，听上去特别的不要脸，太不知羞耻了。玉秀只能不上毛缸，但是做不到。玉秀只有偷偷摸摸的上一回毛缸，就等于做一回贼。玉秀白天憋着，夜里也憋着，好几次都是被解小便这样的噩梦惊醒了的。玉秀在梦中到处寻找小便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无人的高粱地，刚刚蹲下来，却又有人来了。他们小声说：“玉
玉秀、毛刚。玉秀一个机灵，醒了，到处都是人呐，哪一个人的脸上没有一张嘴巴？哪一张嘴巴的上方没有2只笑眯眯的眼睛？最让玉秀难以面对的还是那几个男人，他们从玉秀身边走过的过程中，会盯着玉秀，咧开嘴，很淫邪的笑，像回味一种很忘我的快乐，特别的会心，你知我知的样子，和玉秀千丝万缕的样子。一旦来人了，他们立即收起笑容，一本正经，跟没事一样，真是太恶心了。玉秀心里头其实也有了几分的数了，知道他们和自己有过什么样的联系，因为恐惧却更不敢说破了。他们当然也是不会说破了的。这一来，玉秀和他们反而是一伙的了，共同严守着一份秘密，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了。好在玉秀现在还算自觉，没有很特殊的情况，一般是不会往人群里钻的。这样的心绪是安稳一些了，人却寂寥了，相当的难忍。玉秀到底风光惯了，终究耐不住，只能和村子里最蹩脚的丫头们交往了。那些丫头们平时没有什么人搭理，要不家里的成分不好，要不脑子里缺根筋，要不就是疯疯癫癫的。总之，换了过去，玉秀看也不会看他们一眼的。玉秀和他们混在一起，相当的不甘，甚至有点心酸。可是既然耐不住，也只好这样了。玉秀和这几个丫头处得倒也不错，关键是他们依然抬举玉秀，以玉秀为荣，拿玉秀当模子做榜样。玉秀还是很称心了，他们跟在玉秀的身后，一腔一调都学着玉秀，好像找到了队伍，脸上的表情也因为自豪而变得更加愚昧。在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他们动不动就要引用玉秀的话，拿玉秀的话做武器向别人宣战。人家玉秀说的，人家玉秀也是这样的，口气是激烈的，有恃无恐的，当然更是不容置疑的。玉秀很有成就感了，玉秀就这个脾气，很在乎自己的影响力的。宁做鸡头不做凤尾，做得好好的，没有料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玉秀出了天大的丑，都闹到在王家庄待不下去的田地了。事情出在张怀真的身上。